我是阿普，欢迎来到阿普说创业。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阿普老师要来跟大家解析一个二手书赚钱项目。咱们说呢，二手交易这是一个大部分互联网创业者都非常喜欢的一个领域。那么从最开始的某鱼、某代表闲到最后呢推出的转转，再到部分自建的这样一些二手平台，那么很多人呢都通过二手项目赚取到了相应的一个收益但是呢，在二手交易呢这样一个大范围之下，那么还有一个分支领域，它一直有着很强的潜力那么只是呢，我们一直没有去花心思去研究它。它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二手书项目。那么因为这个项目呢，东西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分成上下篇来跟大家进行讲解。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阿普老师呢，先跟大家讲一下关于这个从线下到线上。那么如果说从头来算的话，二手书呢，应该算是一个线下项目。那么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参与过这样一个二手书的项目。从最开始家里买这样一个旧报纸，到上学毕业的时候呢，出售废旧课本。那么这些废品回收者从我们这里呢，以低价进完货之后呢，会自己花时间对这个货源进行挑选。那么已经无法呢再利用的书籍，会以这样一个纸质商品的这样一个形式呢，出售给各大造纸厂。保存呢还比较优秀的一些书籍会销往一些二手书店。那其实呢，二手书项目的这样一个操作模式也非常简单。那为什么这个项目呢，在线上却一直是这个不温不火呢？首先第一个，那是因为阅读习惯的一个改变，需求实体书籍的用户呢在变少。那么像线上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一个精力呢去引流。那第二个是因为那么只以二手书的一个价格来出售，那么单本的书籍它的一个利润呢非常低，算上平台的运营、物流这样一些成本的话，一本书的利润会低到令人发指的一个地步那为什么现在我们又能够把这个项目呢放到线上来操作？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已经有的这样一个平台提供成功的一个先例比方说熊猫格子这样一个平台在这个之前的话呢，咱已经成功的拿到了一个天使轮了。那么第二个是因为什么？那么现在的话呢，搭建一个线上平台，不再局限于网站或者是 APP， 还有更多成本比较低的一个渠道。那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引流的渠道也在增多我们有更多的渠道呢去触及到我们所需要的这样一些精准的用户。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下搭建平台。那么因为这个项目呢还是处于一个蓝海期所以说提前入局的创业者肯定会获取一定的福利。不过呢，先吃螃蟹的人总是呢会承担一些未知的风险。那为了避免这些风险，那我们就做第二吃螃蟹的人去拆解别人的一个操作模式那么并不是每个创业者在初期呢都有大量的成本投入，可以去选择 APP 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平台。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目光呢放在某众号这样的一个低成本的一个平台上面，某代表公那虽然说这样的一个某众号自身呢很难引入新的流量，但是呢用户留存包括小程序 H5 其他外链的一个跳转，那以及呢这个某信的支付这样一些功能，对于我们来讲都非常的有用。那么咱们可以呢这个找到一个例子，首先搭建一个某众号作为我们的一个流量池。我们从其他的渠道引流来的精准的用户都可以放在这个流量池当中。在某众号的菜单栏上面一共设置咱们可以设置2个主要入口，一个呢是卖书的入口，那还有一个是买书的入口。那卖书的入口呢，针对有出售二手书需求的用户，那这个呢入口就是说提供的是一个联系方式，用户呢需要去添加这样一个个人号，或者是加入这个群聊才能够去出售二手书。那么通过这样一个设计，操作者呢可以将一部分用户
引导在自己的个人号上面呢进行再转化，从而呢提升用户的转化率。而这个卖书入口呢，它这个一般的话，连接着小程序或者是其他的这样一个售书平台，在这里呢推荐使用商城小程序，有着这样一个小程序的方便性，用户呢会更加容易呢会下单。那么在平台搭建完成之后，我们还需要分2个方向走，那就是我们今天这期呢跟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内容。那么一个方向呢就是收货，另外一个方向是引流。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收货。收二手书也不是什么书的收从这个书本身的成色上面来看来说的话呢，我们收的这个书必须是可以通过翻新手段之后呢重新上架出售的。那么从书的内容来讲，我们要尽量收集这样一些热销书。那么二手书项目呢能不能赚钱那么它这个二手书是一个关键点，非常关键的一个点。那比方说我们找好渠道，能够以这种超低的这样一个价格呢收入这样一个二手书，那么再通过二手书平台卖出去的话，一本书的利润大概呢就会在10块钱左右，并且的话呢，因为这种是被炒红的这样一些这个热销书的话，那么想看它的人很多想收藏它的人却不一定有这么多。那所以说这种书呢还有很强的一个流动性我们有机会多次回收到这样一类书籍，并且呢快速的给它转销出去。那么在进货渠道上面，我们可以把这个精力呢主要放在学校，在某鱼某代表闲在某鱼和转转这样的一些二手平台上面，确实呢也会出现许多捡漏商品，不过呢大多数都是用来引流的一些同行，我们也没有必要呢刻意的去这个上面呢浪费时间。但是我们可以在某鱼上面做各种开学毕业季活动的时候呢，从中去接触到大量的学生用户，并且从他们手中低价进货。那么除了这样一些平台活动，我们还可以呢通过校园的贴吧、校园的 APP， 包括校园的某中号、某代表公等等等等多个渠道呢去接触这样一些用户。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引流那么引流的话呢，也就是我们帮我们去找到需求二手书的用户。那么对于这个书籍有需求，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文青用户那么说到文青用户我们不如的话呢，就把这个目光的话呢放在某办这样一个平台上面，某代表豆那么在之前的话呢我们都会习惯于忽略某办这样一个平台，毕竟的话呢文青粉比较难伺候，难变现。那现在呢，我们不妨花一点时间去研究某办上面的引流方法。那第2个主要的引流渠道我们可以呢放在学校。当然这个学校并不是指的进货的时候找到的这样一个大学渠道那么在这个时代，对于纸质书籍的话需求最高的反而是小学以及初高中的学生们。那么学校以及家长更加重视对于学生的一个阅读习惯的培养。那么我们就可以呢根据这条思路首先的话呢去找到家长用户，毕竟家长用户呢才是最为直接的一个消费者。另外一个思路呢就是我们通过网上渠道找到老师，并且跟他们呢进行相应的合作，在他们给这个学生呢布置这样一个阅读任务的时候，我们可以呢提供更加便宜的书籍资源。那第3个主要的引流渠道，我们可以去看看某乎、某代表知以及一些二手交易平台不过的话呢，这些渠道那么虽然说会有所收获，但是效果呢是比较有限的。那主要这些平台上面呢做引流的同行实在太多了，我们能够捕捉的漏网之鱼真正有价值的用户是很少的那么接下来呢阿布老师再来跟大家讲一些细节其他的一些细节。咱们说整个项目的基础操作呢比较简单，但是其中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我们去注意这些细节呢才是真正决定项目能不能赚到钱的一些根本因素那么在这里的话呢阿普老师给大家简单的说几个细节操作。首先第一个就是团队运作，那这个项目呢推荐大家以团队化模式呢来运作，毕竟二手书还涉及到
翻新这样一个步骤，一个人很难独立完成所有的步骤啊。第二个那就是完整的服务，要提升卖书和买书用户的粘性，那么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不可或缺啊。平台呢越正规，越容易受到用户认可跟广泛的一个传播啊。再来说一下第三个，那就是营销活动。那么在之前的话呢，阿普老师也跟大家说过以某众号为平台载体的缺陷啊，在这样的一个某众号自身的话呢，很难带来流量增长，但是整个项目呢想要扩大规模，必须保持流量持续不断的增长。那我们在完成初期的引流之后就需要呢靠营销活动来刺激用户的分享，形成裂变引流。在收书的时候我们会有意识的将这个卖书的人呢引流到一个池里面那么在卖书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呢有意识的从其他的这样一些家长群当中引流到我们的个人号上面。那我们就可以呢借鉴一些朋友圈卖户玩法，用会员制、积分制、什么优惠券这些东西呢来诱导就是说用户呢去做一个分享和拉新。甚至的话呢，我们举办一场图书相关的公益活动，或者是让一本书呢能够在多个人手中流动起来的类似活动，都可以提升我们的曝光量。那么以现在几个现有的二手书平台公布的一个数据来看呢，他们在短期之内都获得了比较不错的收益。这主要是什么？主要基于蓝海市场的复利。当然每个项目都是复利跟风险并存，涉及蓝海项目我们还会碰到很多未曾遇到过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没有答案的情况之下没有参考的情况下，那么只能够我们自己呢去寻找出路。不过呢，如果你要畏惧这些这个存在的一些困难的话，那我们何谈高收益呢，对不对？何谈创业呢，是不是？那么好了，今天这期节目阿普老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对你们有所启发和帮助。另外呢，说句题外话，现在是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如果说你还在为不知道怎么赚钱而迷茫，或者说你想创业又没有勇气和方向，那么欢迎滑动到屏幕最底部，点击订阅关注，并且找到阿普老师，加入我的圈子参与讨论，来跟我互动交流。那么只要你不甘于平庸，我都会给你最有价值的交流和指导。好了，这里是阿普说创业，我们下期见。